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应山，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家晚安。好，那阿北果然就是阿北，好不好？那在羁押了这么多天以后，北检今天再度要提讯柯文哲，羁押27天的时候，北检今天5度提讯扑空，那怎么会扑空？提讯人就在那，有什么好扑空的 ？OK， 好，那结果呢？后来呢？媒体上面的写法是说，阿北柯文哲向看守所人表示不愿出庭应讯，那检察官。那审酌柯文哲今天的身心状况可能不适合应讯，将择日再提讯。OK， 好，那这整个状况非常罕见。那大部分有些嫌疑人或什么是讲说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或什么用这样一些理由有 OK， 那但直接说我不要去，这非常非常的罕见。那阿贝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你说我不要去应讯？检察官好，那媒体上你看检察官审酌柯文哲今天的身心状况可能不适合应讯。对了，讲白一点，也给自己台阶下。他就不来，你怎么办？他就是不来。其实这是有强制力的。当然，你就是提讯，本来就是可以拘提，然后就是直接给到场。但到场你可以判断，阿贝都不去了，他去了会怎么样？他去了就跟你行使缄默权，就我不讲话可以了吧？那包括民主党的议员，学姐黄建颖有讲说，那你一直这样重复提讯，会不会对当事人讲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讲，今天阿贝直接告诉你，我不到北检去了。往后如果再提讯，是不是也是这个样？今天这些状况，一善为什么在今天阿北不愿意再去了？为什么？塞性得哈，其实柯文哲面对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会塞性得。现在又没有黄珊珊，也没有蔡壁如在旁边呼呼。以前我们那个他塞性得的时候，我们会找人去呼呼嘛，那个人最有可能就是蔡壁如嘛，以后接下来可能就是黄珊珊嘛。不是你去他更生气。我去会更生气。男生没用好不好？一定要女生才能够呼呼嘛，呼呼啊，他才愿意面对问题嘛。这个在心理机制上面，其实他前面4次是非常有把握哦，因为他一直觉得检联查不到他的金流，所以他非常有把握。现在检联把朱雅虎跟李文忠以收受贿赂的罪行把他羁押的时候，他发现大事不妙了嘛，包含5位被告今天也承认说他收了钱去捐给所谓的民众党中央党部嘛，所以这样的状况会让柯文哲现在还没有想到理由要怎么面对新的问题嘛，这些新的问题当然会导致他心理上面的落差，也就是说检联其实已经掌握相当足够的证据跟金流，让柯文哲现在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检联这次还是很客气啦，他们说避免创造政治话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理由。下次我再约你的时候，我用强制来约询你的时候，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身心状况不好来做理由嘛。检联办到哪里，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约询到哪里，这是正常的一个侦讯程序。所以民众党人也不要再去说阿贝好可怜哦，每天都被约询。你只要一次把它全部讲完，再约询一次就好，就看你要不要一次讲完嘛。你如果每次都在说谎，每次都不愿意面对问题，每次都不坦白，检联当然有新证据，当然就要问你一次嘛。而这件事情，今天的媒体又报道了新的状况。我们过去都一直在猜说，沈庆金跟柯文哲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最后回推到2017年有一个市长室会议嘛，他说要韩副啊，我们那个5哥还说韩副表示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有提过这个问题，才会韩副给金华城嘛，因为以市长室的规则，我有接到陈情，我才需要韩副嘛。果然，今天媒体报道，2017年就透过一个朋友、地方人士去安排在大安区的招待所见过面了。果然就是2017年嘛，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一个人需要所谓的容积率，一个人刚好在创党的时间，所以需要资金，所以2个人都对上了嘛，才发生了这几天媒体报道的所谓7个人210万，以每个人最高的政治献助金的额度30万的方式汇到了所谓的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嘛，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对价的关系嘛。有吗？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捐给民众党不行吗？他只捐民众党，又不是给柯文哲。对，但是他们必须解释所谓的这个政治现金的对价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刚好？一个叫做柯文哲市长，难道你不知道你这些事情吗？就是市政府的事情，一个叫做柯文哲主席嘛。
一个人捐款上限30万呢，30万还底下东来的叫做大金主呢，钟小平在笑了，一定要请人家吃饭了，你怎么可以推说人家捐进来就捐进来？30万就要请吃饭，而且可能还要喝点酒。真的。30万是每个人的上限呢，扩大就是上限就是30万。对啊，他喝什么酒你都要陪他喝，看他开心嘛，小金主嘛。钟小平好帅。而且3天里面进来210万呢，所以这个东西，民众党就不要说你们柯主席不知道嘛，而柯市长你也不要不知道，说这个整个过程跟金华城的20%的容积率，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时间点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嘛？2020年的3月10号就是应小薇的便当会嘛，2020年的3月17号就收到陈情书嘛，陈情书你还亲批说交办给所谓的督发局嘛，督发局。就果然在你汇款之后，就是汇款的时间是3月24到26，四叉猫就爆料了，未经多名的员工捐款总计210万，就是那7个人，其中5个人已经认了，就不是他们愿意捐款的，是人家拿钱给他捐给民众党党部的。而黄锦茂在3月26年就批复了公文，上面写奉交下，一定要写奉交下。一方面是保护都发局自己，一方面是说告诉你说，我顶头有交代哦，你钱紧回入去啊。所以这2个对价关系就形成了嘛，而对价关系的形成，导致的这个图利案件已经升高到所谓的收受贿赂的案件。不要认为说这个210万不多啊，很少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跟那个对价关系连不上来。这个东西过去有一个判例嘛，这个判例里面，民众党如果不知道，问黄国昌就一定知道嘛。徐永明被控契约贿选哦，200万而已，还比你们少10万哦，200万元的状况，而且钱都还没有到位。徐永明干了什么事？徐永明只办了一场公听会，他还出席了5分钟，而这笔契约贿赂连钱都没有到位，他一审被判多久？7年4个月，而这7年4个月叫做不违背职务贿赂罪，因为他是立法委员，他没办法决定收购的事情，所以他只判了所谓的7年4个月。柯文哲，你是市长，你当然可以交代都发局去发了那个公文，这个就叫做违背职务受贿罪嘛，违背职务受贿罪就是10年起跳。所以减掉，虽然它只是冰山的一角，而这冰山的一角就足以让柯文哲陷入所谓收受贿赂的嫌疑嘛，而这个收受贿赂的嫌疑，当然会使得柯文哲今天不想要去面对，而且他还没有想好理由要怎么去面对新的市政。好，那你还记得柯文哲对柯文哲确实会不同一般人，还记得在第一次检方在侦讯的过程，就是那天的大动作搜索40几路搜索以后，晚上一路问到晚上大概凌晨的时候，然后柯文哲主席突然说他要走了。所以检方讲你要走，那我都还没弄完，你要走，所以那时候后来就讲我当庭逮捕，然后我要向法院申请羁押，还记得那个过程吗？因为很少有被告直接说我要走人了，因为你可以拒绝夜间侦讯，可是一般拒绝夜间侦讯大家都知道，那你就在那里休息，好不好？等白天的时候再继续往下侦讯。当然柯主席就不是。我就是要走了，所以后来出现了那一趴。那刚才讲到为什么今天几乎不会有嫌疑人讲说我不要去，你提讯，我刚刚讲，因为那是有强制力的。可是为什么不去？而不去的那个过程是柯主席真的像黄健庭他们所讲的，你这样子已经羁押27天来，这是第5度提讯了，谁都会累嘛。那你要怎么样去让当事人的压力之下要去面对这些呢？好，除了这个以外。但更重要一点就是过程当中这几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会造成一些影响？那现在看起来，如果到目前为止的话，小平是北检现在查案，你会发现一件事，他不单查一个金华城，好像感觉上包括郑智坚，因为最起码那几天约的，包括金华城的很多相关微金集团的一些的高层啊或什么，那不见得全部都跟金华城有关系。那但是那过程当中，包括郑智坚，现在就把这摆在一起。一次看所有的金流吗？是，就是为了金流2个字嘛。黄金，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有一点说，奇怪，为什么北市科的结论写的比较软，那我们那个写的比较硬？金华城，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学姐在，张志刚是主席嘛，就是北市科的主席，那要下笔下比较重的时候，从一开始开会到最后，你知道学姐张志刚讲一句，他吐一句。现场你知道，张志刚也都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也很难处理。那所以叫什么？瓜田李下都被干掉。如果我是主席，我写顺藤摸瓜，抓到金流，就知道好，那不管，那就是他们现在前半段其实都没有抗争的，而且我们蓝绿2个党对他们很好，就是保障，你们一定只要来就保障一席，然后就你们调查还做书，因为宣读的是阿苗那边撰稿。
那宣读的是连陈佑成，哎，不同意见书嘛，两种意见，对啊，不同意见书，创历史记录，让他发表不同意见，对，让他讲，就让他讲，就我们有一点像什么呀？当然我们不是检联，我们有点像检察官那个女检察官嘛，然后就叫北检林志玲，她不是这边挣脱，那么我至少讲话在他家门口有没有？以及这一次啊，他应讯就是说啊，你身体不好那算了，你知道？我觉得检联是现在证据够，赢钱不赢嘴，社会观感跟政治的反扑力量。因为你觉得如果今天柯文哲就是说我不要去，如果你硬是要提讯他当然可以用因为这是有强制力的，他当然可以让他上囚车，一定要去。但是下囚车那一刻，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记者都在嘛。对。然后那过程，当然他到了那个侦查庭里面，他是不是行使缄默权？但重点是在下囚车一直到整个镜头拍的那一刻，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去，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在这算不算提前？如果让小草看到这还得了？对，所以现在以前是苦无金流，现在金流证据都巩固，足以起诉你。这个就具体求情，觉得不只是图利吗？不止图利，不是图利，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收贿赂罪，说有对价了，金流很清楚了，所以他现在变得更谨慎，希望成果不要被政治来混淆掉。我认为检联的开始，那学姐说什么？学姐之前不是有讲话吗？对啊，好可怜啊，这个关了27天等等。哎，我跟学姐讲哦，她头发变黑了，头发不是变秃哎。就是越来越健康，你知道，所以就是他精神很好。今天为什么不去？无言以对。今天为什么不去？无言以对，证据太清楚了。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子，很清楚了嘛。关键的处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在那个10天前收到那个账本，那金华镇也3-8，也不帮那个沈建芊把这些白纸黑字都消掉，你知道？然后账本拿出来，前面滑头嘛，朱雅虎拿出来以后一条一条对给你，大部分的钱是朱雅虎经手出去的哦，大部分的钱哦，好，然后就认了，好，再拉回来这个210万哈，就是简单讲，沈建芊不见兔子不撒鹰，你立小功，然后呢你有立嘉奖，我就给你210万，就这个叫什么？叫小菜吧，主菜钱的小菜，而且太精准了。24、25、26捐的，第3笔钱26号就分3笔钱210万，早上捐汇进去，下午黄锦茂就签出来，送委员会。不，这个时间巧合，时间轴太紧密，太危险。不是巧合，这是太紧密。我觉得非常紧密。这是小钱，我们在讲到大钱，为什么要并案？查这个金华镇，又查这个叫政治现金，因为这是同一回事啊。这边的输出单位给钱的单位9.3亿，从2017搞到2022，最大一笔钱，陈建芊节奏很清楚，你立了什么功劳，我就给什么钱。那什么时候拿最大的钱？就是1500。为什么这样讲？从时间轴讲，2022年10月18是不是拿到建造？10月19假开工，银行搬钱了，功德圆满，就出现11月1号的1500。那个到底是什么钱？我那个是最大的钱，我认为。但现在单位没错。你现在连钱还时间那减掉都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定论呢？不，我个人的看法。你觉得那是钱？我觉得那是最大的钱，1500。好，然后甚至比9.3亿还大。9.3亿零零碎碎，9.3亿里面的一个1/3以上什么钱？化整为零的210万小菜，这个就是牛排上场咯。它可能双牛排，可能是海陆大餐，对不对？好，有龙虾。好，今天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的亲信全部都用完了，你的秘书长张泽阳身边的做官的随扈跟你的亲信跟沈清的亲信都是30万，尽量凑给他，那是最高额了嘛？最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比较低一点的，可能科长可能谁，然后就用99999就是10万，最后这样只能处理几千万了，那我有几亿我怎么处理？所以1.8亿是9999，无名氏，就是有这个钱进来，然后做账。小陈啊，做账做到然后几万笔，然后现金拿去新庄总部的，然后达到96%，怎么可能？你96%是汇款嘛，小草嘛，怎么会90几%是现场给钱？所以他钱真的多到根本就没有办法消化，就用无名氏来处理这个钱。小平，你刚才讲的那一段，我们媒体今天也有媒体报道，意思是说。
用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方式，把柯文哲跟沈庆基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汇款对价关系的那些钱，用政治现金方式那化整为零，透过各种不同的人头。对，媒体有这样讲，你刚才也是这样意思。好，我等一下一个一个来。民众党发言人吴英轩有直接跟你讲，包括刚才其实一战有讲嘛，其实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时间，前面有一个3月10号便当会，3月17发函，对，然后3月23都发局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讲捐钱嘛，到那吴英轩又直接跟你讲，第一个。所有的这些怎么会连他们的合法的政治现金，大家都把它搞成变成是汇款的这种情形，怎么会是变成这个样？好，第二个，包括这些，他讲，因为这《镜周刊》有提嘛，他说没有提出具体事证，以前或是告诉社会大众，你这是要故意要调东西出来吗？哦，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从北检来的？你是不是调查局泄露出来的？他们不会回应，他们界定这叫科幻小说，包括你刚刚讲的那段也叫科幻小说。我讲是有血有泪啊。这吴怡轩，我讲政党的中心以人才为本，出这种人当发言人，这个党一定倒。这第一句话哈。第二句话是什么？好，我讲社会写实片，好不好？我们常看，对不对？你讲科幻片不是？社会写实片就是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打仗了。然后我发8万个人走到新庄总部，拿交9999抗，你以为在抗战啊？我讲的写不写实？感觉很像僵尸片，这样跳过去的，怎么可能会有？你什么时候看过？就调那个卫星图，8万个人，尤其一个月之内有1亿，9999加起来超过1亿啊！这些人96%，多少人啊？要走到新庄总部去捐钱，哎，多点贵啊哟！你还敢讲科幻片了？我讲的够，人地实事我讲的够清楚了吧？9999有8万个人吗？没有4000人啊，4000人，最后一天4000万，8万比啊，4000个1.8亿啦，1.8亿啦，那4000个有去吗？在一个月之内去了2、3千人，那是什么话嘛？然后小额的捐款再说嘛，200、500的加起来，可重点就是这些，为什么这些钱就简单讲就是。很可能是金华城的汇款的脏钱，而透过靳总为什么要并案？透过靳总化整为零变干净钱嘛，那钱又不可汇来汇去的，又权利金，这是一笔烂账哎，不，这样一个第三势力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最大的伤害不是阿伯被关，我认为他一定会被关，而且是我去告的，重点是什么？蓝绿会嚣张啊，没有第三势力制衡的力量啊，这个。安全办我已经倒了，台湾对台湾是大伤害，政治上我跟你讲，我们宁可有个一个是叫什么？一个为那个蜀国蜀汉，它虽然小，那曹魏现在曹魏就是叫做北魏嘛，就是曹操嘛，他执政，当然，然后那我们叫东吴，要地处偏安东吴嘛。可是你知道这个倒了以后啊，少了个犄角，也少了个中间选民的制衡力量，对台湾是非常不好的。我们用比较高大上来回应一下。我们还在啊。对啊，还有1秒在，1秒对哦，社民党还在。1秒想要讲话，赶快抢票，对。可是1秒现在看起来的话，从这些好，小平刚刚讲那段，我讲民众党已经讲，连媒体上报道，只要讲说这跟政治现金，然后透过这样人头的方式变成汇款，他都告诉你是个科幻片。那这些的解释，还有包括朱雅虎跟李文忠这些，从朱雅虎。所有事情看起来急转直下的感觉，是从朱雅虎被收押吗？朱雅虎当然是关键人物，因为其实整件事情现在拼上了一块很重要的拼图哦，就是那7个人头嘛。在没有那个7个人头出现之前，我们看整个过程都知道说便当会，然后过了1个礼拜就交办。对，交办之后呢，都发局就在那写公文说要不要给都委会研议。最后，柯文哲在4月15号盖章说好，把这个私人案件送都委会帮他研议。我们看这过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说怪案，私人案件怎么会跑到我们公家的都委会去帮他补习、帮他研议嘛？可是当中间那3天汇款210万进去，这块拼图拼上去之后，我们还发现前后，当钱进去的时候，柯文哲正在准备盖那个公文。这整个案情的轮廓一下子从怪案升高到有钱进去了，所以这7个人是重要一块拼图。可是怎么找这7个人？你如果说看民众党所有政治现金捐款的明细，你看他名字，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跟威金有关系？是啊，虽然他是高层干部，可是他也不是写在网站上的人啊。所以朱雅虎他肯定
有揭露出哪些是人头嘛，那有指路嘛，不能剪掉，没有这个仙人指路，你怎么知道？你穿叫大海捞针呢？柯文哲选总统的政治现金里面说，所谓90%捧着现金捐款的那个，里面那么多小额捐款的，10万、20万的，你怎么去找？所以朱雅虎哈，我觉得这个是办到现在哈最往前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了。那当然，你说210万配对这200亿的案子有可能吗？可是也没有人告诉你说就只有这200亿啊，就是你后面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嘛。所以在这个朱雅虎这块，另外一块李文忠这一块，其实要厘清的，我认为应该是柯文哲的各个口袋之间怎么流通。口袋太多了嘛，有党的，有这个木可公司的，有基金会的，有智库的，那还有陈佩琪，他之前不是秀银行账户吗？10几个户头，这些怎么流通？到底钱来来去去怎么来的？这个我想李文忠。他肯定都知情，跟他公开讲的相反了，他肯定都知情了。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柯文哲的这个层面，他今天没有办法应讯啊。我倒不见得是觉得什么身心状况出了问题，而是诉讼策略尚未拟定。就是你今天去要讲什么，你不能跟先前讲不一样嘛。可是如果李文忠跟朱雅虎讲跟你先前讲不一样，那你现在的诉讼所以。我认为被告应该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盘整，到底现在该怎么因应。因为今天阿苗讲这样，我插一句，因为今天中间还有一个状况是柯文哲的律师是直接到北检去。为什么？因为一般开庭是这样，那如果要是检察官要提讯的话，那他们会通知律师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庭提讯那个当事人，那律师一定就会到那个地方去等。结果是律师到北检以后，然后结果后来说那个柯文哲不来，所以律师到那当然不会来，那个当事人不来，那律师就离开。所以离开以后，接下来是不是律师就去律检？对啊，一定应该就是去律检，然后看所有的状况后续发展。对，这个一定要啊。所以今天我也很讶异，说我们议会同事啊，这个黄静莹议员他受访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因为检调问重复的问题，各个案子一直问，让人身心俱疲。我也觉得很讶异，因为羁押禁见，你又不能跟柯文哲当面讲到话，啊你怎么马上又知道说检调都问什么，都讲什么？然后我觉得检调现在也是小心啦。我也不认为说这个所谓后续的什么会不会强制拘提，我都认为不会，因为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在朱雅虎跟李文忠都已经羁押的状况之下，柯文哲自白的重要性一直在降低。就如果大家全部的事证都指向你，那你承认跟不承认之间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检方现在就当你柯文哲在行使缄默权。对。因为各位观众，我们的缄默权规定是这样：当事人可以行使缄默权，但是即使你行使缄默权，那对于不管检方或者院方，在所有在检方在查证的过程当中，那有利不利的还是要全部都查，不能因为你行使缄默权，不能说沉默不是罪，好吗？我不讲话不行吗？可以，那还是要查，那只是一般在诉讼策略上。律师都会觉得这样比较不利啦，说实话，因为讲的这些东西好。那接下来就等于检方，当你在行使缄默权，没关系，你就缄默，我该查的、该办的，就可能到最后一次我要决定起诉与否，我一定要提你来。那再看你怎么样应对所有我查的东西。对，到最后一次可能就是看饭后态度的问题。可能到最后一次我要决定起诉与否，我一定要提你来。那再看你怎么样应对所有我查的东西。对，到最后一次可能就是看饭后态度的问题。因为如果他都已经准备好起诉了，那你认不认只是饭后态度的差异嘛。那这一次其实你看朱雅虎跟李文忠这2个人他的这个裁定书里面，一个是违背职务受贿罪嘛，这个比较单纯啊，违背职务受贿罪。那可能就是针对这个李文忠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你看本来有人收钱，就一定有人送钱嘛。那送钱的部分，照讲是规定在刑法122条，但这是属于轻罪，所以检方才会去写说啊，朱雅虎他是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的第11条1项跟4项。所以你看到裁定书的时候，你大概都已经知道整个案情的轮廓。就检方认定朱雅虎是负责送钱的人，送钱给目前不敢确定有送给哪些人。
但是李文忠因为他是被扣这个所谓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嘛，所以李文忠这边就是柯文哲的破口，而朱雅虎这边是沈庆兴的破口。这2个破口一旦连通起来，那也难怪说检方说啊，不然柯文哲你今天不来问那就算了吧，因为你在看守所缄默跟在地检署缄默意思都一样，只要旁边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部分，如果除了这210越查越多，越勾稽越多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啦，这个未来在起诉的方面，就真的不是只有图利这么简单。不过如果真的这样发展的话，来阿苗是小平，2位台北市议员在这嘛？今天包括巧芯他有直接讲说，当初那个392到560，那又不是柯文哲，他讲说那就是监察院不是这样给的吗？当时议会也是尊重那个监察院这些啊，当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啊。那阿苗你也只说问的时候有没有？大家都看过阿苗问的时候那段影片嘛？然后讲说阿苗你也只说，这会不会有问题啊？在未来怎么样？你也没说这个就不行啊。小平，那你更是啊，你也没讲过话啊。那为什么现在不这样？然后那陈玉成不是有提不同意见书吗？对，他直接讲说国民党你们现在到底是怎样？你们甘为什么绿营鹰犬吗？对，你现在是绿营鹰犬。我怎么前面不是我是哈巴狗一边老鹰真的。来2位要不要说？来阿苗，我要先讲。来，如果真的有陈佑成讲的什么鹰犬啊打压这件事情，那哪有不同意见书的存在？我们多数表决8票对他1票，他就没了嘛。那何须要把他的不同意见书来放在我们的这个正式的结论里面？我们可以一个字都不写上去，我们完全不需要听他任何哦，因为我们是8对1耶。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当然我知道啦，其实我知道他有任务啦，他有任务啦，他非得要讲这些啊。可是问题是，民众党里面这些所有有未来性的人，难道你要因为这案子就一起成吗？我们昨天在讲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跟其他的议员都为陈佑成担心啦。如果这案子起诉之后，陈佑成写一切都合法，一切都依法，这未来他在政坛发10万份文宣发到内湖南港每个信箱呢？那手对手传递就是他的那个不同意的部分，那他怎么选？游淑慧也跟他讲这样不好，而且讲出我这样的话，你以后不好选，他也完全听不进去。这个盲目护航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蓝绿都不敢这样盲目护啊！我坦白讲，如果今天是蓝绿的党主席出了这事情，大概也不会有什么议员在里面写说，经过我开了10次会查了之后，我确定一切都合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里面来，现在已经是衍生一个司法事件，然后你还要再说这都是这个政治追杀，那我就问民众党一件事嘛。你们威金集团这7位高级干部不约而同在3天之内每个人捐30万给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知道吗？社会大众也想知道啊，怎么会？我们只听过办公室团购啊，没听过办公室联合捐款团捐啊。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故事的版本是什么呢？你们连李文忠为什么会去财务长大掌柜撇说我都不知情，你们都不知道了。现在全党在那边盲目的压，这已经变成我觉得宗教式了，这已经不是讲理。来，小平，我讲2个不是那个监察委员讲什么就是什么。郝龙斌时代监察委员怎么弄，我就不理你。柯文哲因为想给他过，我就理你，好不好？当初他叫做什么？公三1瓶盖3瓶300，那公三变成这个叫做商山特，商山特也可以是225哦，也可以是560哦。那当然都是商业区，这个确定的。那今天郝龙斌用一个比较折中的，也不是柯震猛于虎，他用一个什么呢？他也不会给你商山特，这样太少。那他也不愿意立刻给你560，所以你捐地以后，你说愿意把西北角街廓开发，对，开出来我就给你560。他从头到尾就不肯弄嘛，沈庆金嘛。那现在因为那个不肯弄，就变成他西北角没有整体开发，我就不给你560，这是好市长的态度。你根本都不要弄，我还收你的钱，我就给你560，就是2个市长的态度不同嘛。我就把这个基准点2个市长施政方向讲清楚，那个人在做判断嘛。OK， 好，那如果真的这样，伯恩也是议员出身，好不好？看到这些，但是你再怎么讲，就算刚才好来宾所讲的这些，有没有那个叫团捐嘛？好 ，OK， 大家热情嘛，大家愿意团捐嘛？那民众党或小草也会跟你讲说，就算你们说这不合理，大家为什么愿意这样捐？然后他们有人人头承认说，对，就是公司沈进拿钱给我们，叫我们去捐，那也是捐给了民众党啊，他也不是捐给柯文哲啊。
而且你们光一个 USB 里面那个1500，各位，我到现在还用1500，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定论它是钱，它是时间。虽然大家大概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就跟你讲说，那怎么样就没有办法。黄国昌直接在包括这几天是在哪，在板桥在哪，在直接讲的时候就讲说，民进党现在就用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摧毁柯文哲，就是要打倒民众党，就是这个样啊。这个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哈，证人是没有说谎的权利。证人你说谎，我就拒绝你，就要被判刑，要被关啊。可是呢，被告当然有说谎的权利啊。被告可以鬼扯啊，被告可以扯谎，可以鬼扯，但是法官相不相信嘛？证据显示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嘛？那我觉得很简单啊。今天说这个不管柯文哲他要求他讲清楚，我觉得是缘木求鱼。你说他行使缄默权也好，你说他这个拒绝聆讯，我跟大家报告以前曾经我们民进党内也有这个大佬级的人物，因为这个贪污罪被办，他在第一时间他说我就绝食他立刻就绝食我们直接讲名字没关系啊，苏志芬做苏志芬嘛，那时候要交保，他不愿意，对他不愿意，他说你要就算你压我，因为他认为他无罪嘛，对，后来是判无罪他绝食然后就在里面就真的绝食，绝食过程中，只要检察官提讯，精神就来了，立刻这个洋洋洒洒辩解，然后说明清楚，这个才是把事情讲清楚嘛。今天检察官有新的事证，有新的这个人证物证，今天要这个借题你这个来说明。柯文哲我关在里面，实在是也应该俩三步哈。如果检察官提讯你，我当然要出去讲清楚啊，我巴不得把所有事情讲清楚。可是我后来发现，柯文哲真的讲不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柯文哲过去讲，钱都是陈佩琪管的啊，陈佩琪在外面没有受到任何的禁制，连陈佩琪也讲不清楚，所以你讲得清楚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说那个政治现金9999，大家想我今天不管不要说那么多人我就10个人就好，我10个人9999到这个总部去，你知道9999是最麻烦的，你知道还有99块的这个零钱呢，你要去这个捐款9999，就觉得很莫名其妙。1万块，你找我1块或者是说你要找我1块钱，10万你找我1块就9万9。对啊，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这个显然不合常理。但是我说被告你可以尽量扯啊，你就扯到天荒地老，扯到天涯海角都没关系。但是相不相信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包括这个朱雅虎这210万，然后刚好就是同样一团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破口之外，大家不要忘了，之前不是说柯 P 的硬碟里面，有一个2022年11月1号有个1500万，这个1500万，今天这个媒体也出现两个人名，一个叫做高虹安，一个叫赖香伶。这个当时2022年11月1号，金华城，这个2022年11月1号这个日期为什么那么关键？因为刚好在同年的8月16号，金华城刚好是860的容积过，然后那一年年底又刚好是县市长选举，所以这1500代表的这个数字会不会又是类似像朱雅虎这种210万，然后捐入这个赞助的这个户头里面？我们就看到今天突然曝光了这两个人名，赖香伶有出来发声明，他发了3点声明，是那其中讲说，中间在选举的时候，党部有补助110万，然后他自己总共他把他的总收入跟总支出他列出来，收入支出大概都是650万左右。然后讲说总部有补助110万，然后他的那个登记的那个费用，因为他的票数没有到那个比例，所以那个没有办法拿回来。但是他后面2点强调，他从来没有涉及到跟任何不当的往来或什么什么，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这样。赖香伶的声明大概是这样，所以他意思就是说，那我的名字突然出现在那也是党部政党有补助款，很正常啊。我觉得这个赖香伶他知不知道这另外一回事，我也相信他说的这个部分，但是问题这个部分就是需要柯文哲来讲清楚啊。OK， 一夫，现在看起来不只是政治现金跟政治现金，还有金华珍这个一起在办。我们在节目里面那时候就讲过，如果要把所有的金流全部一次查清楚，如果真的没有事的话，还所有这些人清白；如果有事，那一定是每个地方都要查清楚。现在看，包括木可，包括民众之声的那个斗内的钱。那今天媒体上报道，那个民众之声斗内的钱是有进木可，这段报道大家会很熟，因为8月那个时候不就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那今天媒体上报道，那个民众之声抖内的钱是有进木可，这段报道大家会很熟。因为8月那个时候不就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吗？讲徐府不是有一次在那个党里面的讲，然后就讲到这些，大家就讲怎么可能这样？那这跟木可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出来讲，那是大家闲聊啦，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今天媒体上讲，媒体报道是有这样子，民众之声抖内少少抖内的钱进木可，徐府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包括徐府其实是有被检联约谈过，但是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一天，9月20是再早1个礼拜。那所有这些要透露出的是每个不同的地方那些账是怎么流的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检联在查金流哦，因为案子太多。那大概廉政署跟调查局大概一笔一笔在勾稽吧。他勾稽的话，哪一笔可能是跟金华城有关，哪一笔是怎么出来，哪一笔什么一定都会勾稽。所以你就看到了之前。调查局也会约端木正啊什么，我们想象端木正会跟金华城有相当的关系嘛？应该不至于。那就是政治现金的部分，因为他一直在厘清这些钱的来源跟去向是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他一定会切割开来嘛。切割开来，他就开始会去查这一笔是来自于党中央的哪里，或是哪一笔钱进入党中央。那刚才谈到的政治现金就是进党中央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勾稽是整个金流是贯穿的，政治现金、木可里面的来源、党中央的来源、金华城，甚至于北市科有没有可能果菜鱼市场什么，大概是一并都会勾稽的。那当然，你说 YT 的事情来自于民众之声，刚才主持人讲应该是8月23号的时候，徐府的说明嘛，他当时不是说还卡在后台，因为当时问了财务长，财务长说不要用党的什么什么什么，问了律师说什么，没办法怎么样，所以钱还卡在后台。那现在好像不是卡在后台，是卡在木可的外币账户了。那换言之，已经被从后台已经是领走了哦，已经转到木可那边去了。他是直接那个好像就是用木可的外币账户，就是你要抖内少少要抖内的钱，他给的那个账户。好像就是木可的，如果照媒体报道，是不是就是木可的外币账户？木可的外币账户嘛，他会先进后台，以后扣除手续费，以后拨到木可的外币账户嘛。那可见只有一种情形嘛，8月23号说谎，还是你作证说谎？我相信作证说不了谎啊，因为检察官资料一定拿出来给他看了，一定拿给他看了。但检察官因为检察官现在没有讲得很清楚，当然你就看到了徐府对外在说啊侦查不公开，然后又在讲漏漏等他被侦讯的过程，但是应该是有2笔钱，一笔是外币约5万多块美金，一笔应该是180多万，这2笔里面到底哪一笔在外币？当然合理的推测是那5万多块美金嘛，对啊。那100多万呢？听说是被提领走了，去向不明哦。检察官也在查哦。这个金流是很清楚，木可党中央，民众之声应该是党中央的吧？流来流去，流来流去。当然，我们看到，不管说是用政治现金，或是这样的一个流向，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模式而已，一个模式。因为从200亿来推估。210万，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模式，所以现在也在查2024的政治现金那一些9万多的啦，多少14万笔等等也在查嘛，好，那你说他是在查政治现金，还是在查一个对价利用所谓的假现金征收贿的过程？其实也在查嘛，到今天为止。2700万还没有说清楚，政治现金专户少的2700万，那这是一个模式嘛？那我比较好奇的是2件事，一个是检察官问4300万商办的原屋主，到底要问什么？如果说检察官去把金流都调过来了，你到了建金公司啊、旅保的时候啊，的确到你的户头了，那不是应该结束了吗？对啊。
那为什么后面还要再问？因为今天媒体上报道，检方有传那个原屋主，然后当然北检是说不便说明，好吧？那你们媒体自己报道，但是媒体一般解读是不便说明，就表示就是有嘛。哦，如果说是检察官最简单的一件事，不是这样，我一定要否认，没有这回事。然后你知道了，我不能承认，我就不予置评，不便说明，不便说明，侦查不公开，就开始讲这些话哈。但因为前屋主到底干嘛？我把4300万汇给你了，我们完成交易。你约前屋主的目的是什么？4300万你怎么用的吗？关你什么事？我认为可能就在问这个。因为那4300万是没有4300万到这个户头是最终点嘛？还是有流到哪里去？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就4300万金流上很清楚的看得到，就是柯文哲或是陈佩琪就进了人家屋主那就到人家那个地方买卖交易完，根本不要再问他。你觉得是不是有其他后续的一些看到的东西？我钱汇到你这边，那你汇到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又流到哪里去？你再转到哪里去？那个人又是什么人？有没有关联性的人 ？OK， 或者是跟什么案子有关联性的人？不然我真的无从想象，你去问一个完成交易的第三方做什么？好。第二个，检方一直在海外办案，办案，而且检方着重点。海外办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重点是摆在赌场。那如果说是单纯的赌债，问这么多干嘛？问这么多干嘛？其实他们有一块突破点，其实是在赌场，一直要想办法突破。OK， 不过我觉得那个不太容易啦，因为澳门中方管嘛，中方怎么可能会把资料给你？而且第二个，我就常说一句话。我带了1000万到赌场去，我换了筹码，我根本不赌啊，我就直接交给钟小平。钟小平他也可以，你什么时候交给我？没有，我举例而已，好不好？那钟小平可以去换现金啊，因为赌场没有在认人嘛，赌场是在认筹码的嘛。那他换了钱，可能又交给其他人。其他人承认我交给阿淼。好，交给阿淼。阿淼又可能拿去。阿淼收到的钱，他有可能拿去又换筹码，又转给别人。好，所以赌场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洗钱方式嘛？当然你说赌场会不会提供你说，上一户换了1000万，有没有监视录影带？上一户有没有赌？赌场一定不给你。那客户资讯嘛，而且我不是你法律管辖地嘛。所以检察官在这一块，我不晓得他们能用什么方式想办法突破了。所以他查的方向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政治现金啊、私人账户啦等等啊。他甚至于连海外的相关账户，他们也在查，是不是有没有来自于特定地区，有可能是从中资银行什么汇款汇出去的，因为中资银行一定不给你查。OK， 他要查的是有没有从中资银行到那边去的户钱金流。如果刚才一夫讲的所有那些金流，你如果把跟柯文哲有关系的所有相关的几个单位，众望、竞走、党中央、民众之声、斗内，很多都跟一间公司有关系，叫木可。你也没有办法想象，民众之声的斗内为什么要进木可，为什么要进这个账户 ？OK， 那靳总刚才讲到，包括政治现金那些，大概都要在这个地方。靳总跟木可，就是这整件事情开始的那一笔烂账，是那1300万吧？对，就是为什么明明是我授权给你，然后我要拿钱给你，从那时候开始，这些单位都有钱进木可，木可有钱进柯文哲450万。柯文哲说他不知道，就是那个李文忠莫名其妙，他们讲那个是肖像授权费，只是一般在竞选的过程，国民两党2位侯友宜跟那个赖清德有肖像费，就是
你们会付肖像费给他们吗？没有啊，对吧？付肖像对不对费，？巴不得你用我的。选举的巴不得你用，巴不得你用拜托你运用，拜托宣如果传。侯友宜哈，就肖像权给人家用，还给人家钱了，我觉得会换总统候选人。OK， 对，但这没有办法代表一定有发生什么，因为这过程当中，你在法律层面来看，它就是法律上面是不是都有这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到现在，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没有人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木可真正是谁的？你告诉我，木可真正是谁的？你觉得他叫木可，这会是谁的？对，好，但是没有办法，他现在就要问，因为这些钱为什么要进木可？大家都觉得民众之声董内为什么要进木可？莫名其妙嘛。那包括靳总的那笔钱，那个1300万，那个权利金真的，这到现在啊，后来不是出来讲说，那陈志涵他们出来讲，哦，那个是那木可多收了，他们应该再还那个1000多万。好 ，OK， 没关系，反正这就是这样。那但是我要讲，这只是数字的流来流去，你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样一些利益，我也没有办法下定论它代表什么意义。检方现在一定是要把所有的这些数字都要查清楚。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讲到的那些钱，我就讲，我就是喜欢民众党要捐30万不行吗？这是不行吗？大家都捐，而且你发现捐的人很多啊，连他的水户。陈文忠或是悠游卡，那个大家都捐啊，就你们几个人不捐而已啊，大家都捐30万，那个扣打的上限哦，OK 都捐啊，对啊，所以我们说团捐嘛，对啊，没有不可以，就法律上，我就想到法律上你可以捐，可是刚刚讲的，你说金华城这些员工一年有多少薪水？他同一个时间内3天期间这么密集的各捐30万出去，这样的团捐已经很罕见，不合理。这样的团捐已经很罕见，不合理。好了，你说合不合法？形式上可能合法。那一样的问题，竟然也出现在柯文哲的这些下属里面当中哦。譬如说，刚刚这个五哥提到的陈文忠，他的随扈，这个随扈跟他跟了这个6、7年，到2021年才离开哦。好，那这个随扈在20年的时候。也捐了30万，也捐了30万，收到他精神随感召。扈他现在是就回到大安分局去了。随扈，我想一年的薪水，公务员嘛，能有多少？我是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拿30万，这有可能拿30万出来哦，这私房钱。刚才讲精神感召，而且他不是大柯粉吗？哦，对啊，可是所以就可能这样，有可能，而且在旁边看着柯文哲这么入力的，能够帮台湾这样做这些，拉起来，对，对啊，捐30万，然后可是那个2019年这个柯文哲任命的悠游卡公司的董事长吴家源，2020年也捐了30万，也可以说啦，没有办法，他支持柯文哲，所以也捐了30万。那同一个时间，那张泽阳呢？他以前是国民党，后来当秘书长也捐了。对啊，我正要讲他也捐了30万。我想说，哇，也是精神感召，而且都是30万，都是30万，都是2020年这个民众党创党不久之后，然后可能都呼应柯文哲精神感召，都出现团捐的状况。你可以金华城的这些员工团捐，那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金华城跟这个民众党之间的或柯文哲之间什么样的对价，大家那好奇。可是我们一个也很好奇，说，原来不是只有不分区立委，有一个所谓回捐的制度，这个高虹安已经证实了嘛？原来这些柯文哲周边的下属们，从市府秘书长到这个悠游卡公司的董事长，甚至到随扈陈文忠，都有这种受到精神感召回捐30万，而且捐好捐满哦。那你这当然会让大家有合理的怀疑，就说这个党到底在所谓的捐款，不管是团捐回捐怎么捐，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神向心力？让这些人去做这样的动作，那难免就会有一些对价的质疑出现。那我觉得民进党也好，或者是现在柯文哲在里面没办法回答这些，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符合一般人常态理解的捐款的状况？我要特别强调，公务员的薪水其实没有，我相信没有高到。你可以很大手笔拿出30万，很豪气的就捐给这个民众党，这样的做法合法，但是是不是合情合理，这是大家所好奇跟质疑的地方。我举一下，就是说他捐是3、4月，
其实2020年我们都知道1月11号就投完票，对，民众党的政党补助金是7900多万稳拿在手上，然后穷到大家集体在那个时候捐，一选前不捐，二政党补助金可以拿到8000万的时候，后面拼命捐，这合逻辑吗？你没有听过以前的阿公阿嬷那时候很喜欢看歌仔戏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王级的演出，那个金镯子、金链子就往上丢的那个时候。党主席，对不起，不是杨丽花，不是杨丽花，对，那就是感召，你知道吗？不，也有可能说到不选前在选立委，什么政党要拿票的时候，感召都没有。可是很是选后以后，你可以拿8000万了以后，大家突然感召了，说，哎，我捐你钱，我捐你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感召啦，对，为什么呢？段木正也曾经被传出，他当富邦独董的时候，也把他薪水回捐给所谓的民众党嘛。段木正自己说，那个在所谓的 EMBA 里面的口试委员的时候出来，简素培说的。那另外呢，中央委员他们有规定，中央委员要捐哦，中央委员一听要捐，第2年就不干了。你以前是中央委员，对，我们第1届的时候没有捐，后来规定立委要捐，但是立委那个叫募款责任额，那不叫做捐，所以高虹安是用李中庭她男朋友的身份捐了60万，那是募款责任额，中央委员有募款责任，大家一听到说募款责任要50万，1年50万，做完第1年捐完之后，那第2年不捐了，为什么呢？因为第1年至少比较好募嘛，因为你在选举，第2年大家就不捐了，所以要看你是做什么职位，像中央委员这种没薪水的没人要捐，像那个富邦独董就要捐，那我觉得还有一堆人是所谓的人头，我就真的不相信说一个警官1年才60、70万的薪水，你1年的1半的薪水捐给中央党部，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不合理的。因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媒体的报道来看，不很现实，有人认罪啦，对吗？不有人说是陈金给我钱啊，朱阿虎给我钱，金华城给我钱，叫我捐给他，我是人头，才回去的，不然搞不好就收押了。不过这整件事情我讲说，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是媒体上报道所有的这些内容。你说有一些也许大家没有办法去完全证实，可是看起来的话，办案为什么从朱雅虎？因为最起码朱雅虎的是裁定书上面直接写坦诚犯行，这是裁定书上写的。OK， 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包括刚刚讲说，那民众之声的斗内少少的斗内，少少辛辛苦苦的斗内有没有进木可？其实徐府可以出来说，他可以出来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因为这不是检方办案说的。这个是媒体报道的，因为民众党现在告诉你这些都是科幻小说，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出来说这是科幻小说，可能不是，是鬼怪小说，好不好？因为没有，那这些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因为刚讲那段那是媒体上的报道，如果没有，你就是只是针对媒体讲不是的东西，大家本来就是可以讨论，可是在这几天，大家把所有东西爬梳出来，爬梳到其中一个一夫这个字算不算中华民国最贵的一个字？是。这个字价值不可用，不只是发音都很像。对，我说是这个字刚好了一个字，是不是最贵的一个字？没有，这个是其实这一份文是都发局上签的啦。那都发局上签，你注意看他上签的时候，柯文哲批的日期是2017年的9月嘛。那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批？因为监察院在2017年8月7号。提出审核意见嘛，好，审核意见其实是2月24号就约询，我纠正这么久了，为什么无声无息？好，约询完了以后，6月8号就开始进行质问。那依据监察法里面的监委我纠正你，你一直不改善，我是可以把你叫来质问。那6月8号质问完了以后，8月7号就提出审核。那他会有一个审核意见书，直接是给了市政府。那市政府上签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个字嘛，为监察院于审核本府意见相关佐证资料，仍认为金华城适已完成整体开发。这个4字就很奇怪，到底完成了没？完成了没？不晓得啊。完成了没？是到底是已经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字词其实出现在审核报告的原文，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
它上面写的，当时4以80年计划规定完成整体开发，并取得560支容积率，这一个才是审核意见书的完整内容。其实你去看当天，就是都委会12月那一个都委会决定560那一天，所有的简报都把以80年计划规定全部拿掉，直接80年规划规定拿掉。因为就觉得最纳闷的一件事，你为什么要拿掉？因为80年的计划规定里面是大街廓整体开发，1期、2期，包括西北角。所以这就是林宗明，我们之前看到应小薇在问林宗明啊什么什么560商山特商山的时候，林宗明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情是，含西北角才有560。这林宗明非常坚持的一件事。当质问的时候，当时市政府的回答也说得很清楚，它是一个大街廓的开发要件里面呢，包括你里面的捐地，还有整体开发要件哦，不能分割。所以不能分割单块基地为560，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算2块一起算，你不能大街廓分割开来，这一块算560，那一块算392，这是都发局的意见，说你不能分开这样算的。那刘德勋有接受吗？没有，他告诉你80年的计划是2块合并一起算的。是大街廓好，没有。但是我只在乎的是，我不管它是不是依照80年或有没有那些一个4字摆上去，你告诉我完成了没有？4字摆上去，如果是这一个字真的要中文解释的话，是好像是吗？不是肯定句哦。好像，喂，我刚刚为什么说这是中华民国最贵的一个字？请问一下，392到560，这个字392到300亿，多少亿？300亿，好，比那个20%还贵。你看容积这一个字比那20%还贵。而且我就讲，两位市议员，然后博伟你这议员出身，开发完成没有？为什么会好像？开发完成没有这么难吗？好像开发完，但是没有开发完，这到底是什么词？所以这就是刘德勋的那个监委的审核意见为什么这么引人非议的关系。之前其实今天看到那个徐巧芯出来讲说什么，那个监委说560啊，你们也没有说，对，你们都没有意见啊。监委那个我们是叫做退1万步，叫勉为接受。勉为其难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个议员，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推翻监察院所做的这些纠正、这些质问、这些所有的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认同监察院所讲的这个。那尤其是我们的调查报告，其实很客气啦，讲白了啦，我们只锁定在560增加那20%那个做那调查报告。如果是真的如同他们讲什么政治追杀，那当然前后后全部都要拉出来看啊。392到560这一段，为什么郝龙斌死守8年？你说监察院之前刘德勋之前没弄吗？金华城没有弄吗？有啊。郝龙斌死守允建楼地板面积12万平方公尺，死守8年。监委这个出来之后，后来柯文哲说是监委放的，但其实没有。我们看最早2017年5月份的那个市长室会议记录里面，柯文哲就已经在讲金华城的容积的陈情案要做成行政处分，在3个月内。什么叫要做成行政处分？其实就是要增加容积。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如果你没有要增加容积，你做什么处分？你维持现状就好啊。你要处分什么东西？他之所以讲要做成处分，就是要增加了。那你真的要增加的时候，那个时候监察院的这所谓审议意见还没来。正巧就是过3个月，连质问都还没有开始。正巧就是过3个月，中间发生质问、发生审议意见560之后。柯文哲开始签，说要放到560，准备开始放，然后才有那张蔡姐，蔡姐的便条，说要林宗明跟林清龙跟金华城见面。所以你看这前后后所有的时间一个一个排起来，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剧本一幕一幕接一幕上演，市长是第一幕，接下来监察院演第2幕，然后蔡姐接第3幕，然后后面牵手，后面都送入洞房，就变840了。所以前面拿到560的这一段，说实在，监院的那个叫对我们议员来说叫无可奈何。但是你看后续所谓的刘德勋又转任到沈庆金相关基金会董事的这一些。如果有立委徐巧芯委员要跳出来捍卫刘德勋清白，欢迎，看会不会像朱雅虎那样，你先捍卫他清白，后来你还180度又说私人之面不知心。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我再怎么样，刚才大家讲的这些或是中间有人把连陈佩琪 ATM 那个提款的那个时间比较频繁的时间，跟这些时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时序？你不管再怎么讲，我刚刚讲，当黄国昌就只要直接告诉小草。有金流吗？各位，你们刚刚讲的那些，那不叫金流啊！大家讲的金流是有没有收贿的金流，有没有钱进柯文哲嘛？你有没有在柯文哲的户头、陈佩琪的户头看到有任何不是他们的钱？有吗？没有。放人不是他讲的，他就直接讲没有证据，有证据你起诉，没有证据放人啊。小草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听的还是这个样子啊？所有的人，包括黄国昌所讲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民众党能够帮柯文哲讲话最大声的就黄国昌啦。不是他说放人。我们听到他这样乱讲，我想关门放狗了，咬他了，不乱扯，这不可理喻，简直黄国昌简直是，这样还不算有金流？他急的这个这样捐起来不算金流，什么算金流啊？然后他现在又退一步了，有金流但没有流到私人账户，对啊，就没有到那个不是退一步了。我说的金流是要柯文哲收贿，你在他名下的账户，你在陈佩琪的账户或他们家小孩的账户，你有看到你们刚刚讲那些钱吗？我觉得黄国昌这样，因为黄国昌本身是民众党，而且他也曾经是小党的关门人，所以他现在抓住这块浮木，他一定要好好的掌握。那因为他本身就是民众党要员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他讲话或许比较相对会护着柯文哲或不客观，这个，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民众党黄国昌要带着民众党一直往悬崖跳，这民众党的家务事，但是国民党总不能这样子吧？国民党还好，就是说众人皆醉我独醒，至少还有2个人醒着，一个是在场的钟小平，一个是游淑慧。那其他的就跟着要跟民众党去捍卫柯文哲，我觉得等到这个起诉书出来，这一翻2瞪眼。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刚刚讲到刘德勋那个事情，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追究这个监察院是有调查权的是啊。坦白讲，其实台北市议会的这个，不管他结论，不管是北市科或者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我认为他结论其实不重要，重点是调查的过程，他让很多的资讯不断的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对台北市议会不分党派的议员，我们要肯定的但是监察院你是一个有调查权的一个宪政机关什么叫做是？这个不能你可以说，例如说好，这个司法院也是，司法院判决法院判决可以说是有罪，实则无罪，可以这样子吗？不行，这样子。例如说，好，这个司法院也是，司法院判决法院判决可以说是有罪，实则无罪，可以这样子吗？不行，这样子，他是就是，不是不是，他所有的文件他都可以看，所以他要做最精准的一个文字调查。我补充一点了，在质问过程，市政府的回答是未完成80年公开计划书所载之开发条件及回馈规定市政府是说他没有完成都发局是认为没完成的而且更夸张的是，事后拿这个文件来据以说明，说我给他的容积是合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让人家很难说明。陈局有打脸刘德勋那我觉得从这整个一本那个纠正文他有陈局啊。从这整个时序来看呢，我认为这个柯文哲跟沈庆金他们2个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天造一对地设一双，刚好一个在2019、2017年的时候开始要创党，政治野心大的时候，他需要创党基金，一个刚好金华城这个容积率，想尽办法就是要赚钱，就是要捞钱，干柴烈火了，2个刚好一拍即合。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因为民众党你是新兴政党，你强调的是第三势力、新势力，可是这个新会让人家觉得到最后变成
腥臭味的腥。因为你如果面对这些事情，事实居在眼前，到现在民众党没有任何一句觉得抱歉或者觉得为这件事情，我讲真的，民众党高虹安也被党纪处分了啊，他后来自己退党。所有过去民众党凡是党籍被处分的，大家都要求平反的吧？你的主席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是王子或庶民，应该平等对峙。但是可惜民众党看不出有任何反省能力。OK， 我们现场有小平先问一下，你现在在党里面是孤臣孽子吗？但他是孽子，不是孤臣。这个死了，这个。其实啊，也很多人支持我们的。哦吼，你到地方上面去，你要跑地方嘛？地方上到底怎么样看待？非常支持啊。其实台北市的中间选民啊，跟大部分的蓝，甚至大部分的白哦，我讲个东西，你们是无法相信的，就是在回答那个剩9%或10%的民众党的钢铁小草，有些人也支持我们这样做，你们信不信？他讨厌我们搞阿北，可认为我们就是他支持阿北，不是阿北的对错。你在搞阿北？对，我当然在搞他，因为我抓贪污犯，我当然在搞他，对不对？这怎么天职啊？今天那个小朋友的票，他支持阿北，并不是因为阿北认为阿北没有贪污，是我就是支持你，这是我的初恋。可是我们做对的事，他也认同，他可以两边都也可以支持我，也可以支持游淑慧，也可以支持阿北。我讲的是最小的那个9%、10%，钢铁草。那其他更不要讲嘛。台北市的。好，今天如果还在拘泥于蓝绿而忽略一个道理，树摊的道理的话，如果大家认为说敢跟这个对抗，粉身碎骨，你们信不信？不管蓝绿白，你想这是第一，我讲比较上位的云端的概念。第二，做这个事，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的支持嘛，所以我们受到很多的压力，可是我们会有动力嘛，我人还是需要鼓励嘛，对不对？情况是不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嘛。那我随便讲，我们4块的讲流量好不好？好。以前我们大概就几千个台北市，它长久它是都第1名啊，不呀，对不对？然后可是流量就变成，我们就会冲到变10几万笔，从几千到10几万啊。OK， 是不是？这为什么是这个事？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了不起的话，阿苗最了不起，长期被你盘踞，对不对？是不是？没有，他都第1来前了。好，重点他跟徐小玉2个都在争第1、第2前。好。那重点是，你讲为什么流量要支持你？认为他支持你做对的事嘛？我不要你捐钱，我要你支持我就好了嘛。这是人民的力量。如果黄国昌还在跟人民的力量负隅顽抗，他就是个政治蠢货，你知道吗？政治要有方向感。什么叫方向感？树摊谁敢抵抗树摊的方向感？谁敢支持官商勾结？2句话讲完了嘛？这个故事嘛，金华城这些人脑袋坏了，不管。我们党内或是白更多的人支持蓝黄配，蓝黄合作，蓝黄是权宜之计。阿北贪污，黄国昌目前为止至少没有贪污。第二，阿北那个还没定论了，还没定论好。然后你看阿北的话，完全拥抱，你抱了阿北，顺便买1送1，送你个黄珊珊，你知道？你要跟他拥抱吗？那第二，我们只是其次嘛，我们不今天有一点黏又不会太黏，政党合作不。我们也被搞过一次嘛，不然总统就我们做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血干了就忘了痛了吗？结了疤就忘了痛吗？头脑清楚一点好不好？重点是，你看他已经包在一起结束嘛。那权宜之计跟黄国昌合作嘛，很多好的法案就54+3嘛，50+3，他8个出3个就好了嘛。是这个大的概念是这样谈的，我认为呢。一晨，如果你自己出身自民众党，我刚刚讲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那个良性的财务长还是什么？因为当媒体报道这篇的时候，有讲说先问他，但是他说不宜。OK， 因为那时候讨论过他从在台北市政府就是有名的严谨，没错。我就说，如果是他一直长着这一块的话，大概今天不会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谈。没错。OK， 你自己来自民众党，所以当今天看到。从那时候看到对，那包括最近看到这样一些民调，可是当你看到黄国昌可以告诉所有的小草，那个 story 跟你们刚刚听到的似乎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源头吧？譬如说，他就讲这就是政治追杀，你们小平口中一直觉得说这是树摊其中的一环，他们讲那个就叫政治追杀，就是赖清德针对柯文哲什么什么，所有这样一些啊，那这些，但他还是有那些钢铁粉啊。
对他现在钢铁粉越来越少啊，所以黄国昌也不断的在推他昨天已经称李文忠叫做那位先生，另一位先生，另一位先生。好，哪一天他称柯文哲说先生你哪位？大家也不要太奇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起诉书我们现在还没看到。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冰山的一角，而这冰山的一角已经足以，我就说黄国昌最清楚徐永明的事情，徐永明是甚至连钱都没拿到，他只不过办了一场公听会就被判了一审7年4个月，所以黄国昌学法律的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其他的人我就算了，像什么议员啊，讲什么图利啊，我都想说840%土地没有罪的话，那有一栋大楼还挂一个布条说我也要840%。大家请记得，要840%，要容积奖励20%的，全部去找民众党的议员，全部打电话给王珊珊，因为他们觉得合法嘛。那合法为什么金华城可以，我不可以？大家都可以才对啊！如果是合法，大家都可以去申请才对啊。那你们去找民众党议员，因为我们认为不合法。所以整个民众党的论述图利这块已经崩解了嘛，另外一块崩解就从现在开始嘛，因为牵涉到他们政党的所谓的捐款已经破功了嘛，这个破功不设防的情况下，你让金华城可能有对价的汇款进到你党部，那其他人怎么办？我们整个党我们可能合理捐款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被怀疑？所以越来越多人会被摄入嘛，而背后的人是谁？大账房真的不是李文忠啊，觉得本人啊。李文忠也是代理人而已。我为什么这么讲？徐府的那个斗内讲得最清楚嘛。最后谁有木可公关公司财务的决定权？是柯文哲主席嘛？因为斗内进了木可公关公司，主席跟我讲说，我可以拿到文宣部去做我们的购买器材所用嘛。这个是徐府，是民众党内人爆料这都不是我们讲的。民众党人把所谓的录音带公布出来的时候，徐府亲自这么讲的嘛，包含。前阵子媒体公布出来，李文娟跟柯文哲的相关的对话。李文娟是木可公关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但是钱谁负责，都要跟柯文哲报告嘛。包含李文忠就好了，包含李文忠也要听柯文哲的嘛。虽然他的基金会挂的叫基金会董事长。但是基金会的董事是谁？是柯文哲的4任的办公室主任嘛，包含蔡壁如啊、谢明珠啊，都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实际控管所谓的众望基金会是谁？还是柯文哲的？更不用说新故乡协会，它本身的负责人就是柯文哲嘛。而新故乡协会这个孙凤群。领了竞选总部12万的薪水，最近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被检调抓去问？对啊，如果只是领12万，绝对不会去抓去问。钱来源。说真的，学者的身份，对啊，领个12万，我给你写的什么政策白皮书啊，都很合理。据说啦，他有涉入所谓的新故乡协会的相关的行政职。行政职，因为有做行政职，所以领了比较高的所谓的行政的薪资嘛。因为薪资的关系，可以推论他可能有兼任部分的新故乡协会的行政职，而兼任这个新故乡协会的行政职，他是不是会接触到相关的财务，而检调抓这个人去问嘛？不是他是学者，不是他领了这个补助款，否则检调不会这么无聊，找一个学者只是领了12万拿去问了。所以包含新故乡协会，可能都变成是柯文哲的洗钱管道，而柯文哲的洗钱管道，它越来越经济，过去可能没有党，那有政党的时候，后来那个梁秀菊觉得钱不好用，他就设立了基金会跟协会。基金会跟协会的目的叫把捐款跟政治现金进来嘛，总部也是政治现金进来之后怎么出去？木可公关公司负责出去嘛，那出去到哪里？至少目前有一个钱叫做权利金汇到了柯文哲450万嘛，那到底后面还有没有钱要进到柯文哲？现在已经被查封了，所以进不去了。那至少我知道450万已经进到你的户头了，所以设立木可的目的是把这些公的钱化成私有的钱，而私有的钱再变成是柯文哲个人的钱，这个是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洗钱方式嘛。那政治现金的洗钱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能有加密货币啊，可能刚才讲的有赌场啊、海外账户，这些可能都是检调在查金流必须查的。但是光是我就直接讲，光是那210万的所谓的政治现金，就足够让民众党非常的头大。OK， 那当然，刚才易善讲的这些，检方现在在查，到底有没有涉及到在洗钱的方式，或是说这过程当中就是他们一个合法的捐书，所有这些，我相信啊，在未来，因为其实你看时间2个月快，或是柯文哲这个案子会不会再拖到4个月？但是很快你会看到起诉或不起诉，一定会看到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在大家
这么沸沸扬扬讨论成这样，就是最近很多一些的民调出来，媒体上甚或，因为最新看到有一份是大概7%多，民众党有媒体上形容说柯文哲叫做社会性死亡，有这么严重吗？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有，有的原因是因为近期大概9月底10月大概3份民调，美丽岛啦、信传媒、林传媒，大概3份民调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对柯文哲的不信任度，大概最高到2/3%，66%、67%，最低也有将近50%。换言之，你不要忘了，他才是一个在10个月之前拿了300多万票的总统候选人，那你现在竟然整个社会有高达60%的人不信任他。社会性死亡。那你现在竟然整个社会有高达60%的人不信任他，社会性死亡。这个大概毋庸置疑。那所以其实从不信任的状况来看，可以看出这一次不管。柯文哲最后到底这个整个承办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整个在社会的信用是破产的，而且这是连带到民众党，这对民众党的反感度也都高达60%左右，这是一个部分。可是这里面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譬如说这3民调大概有一个共同特色，即便大家对柯文哲不信任，即便大家对民众党有反感，可是一样随着年龄层越来越低，对于柯文哲对于民众党的支持的那个巩固性还是越高。简单讲就是年轻人20到29岁最高，还是相对而言还是留在这个民众党这个地方还是多的。可是很好玩的，民调里面最呈现的一个状况是，这些人留在民众党，这些所谓的小草们留在民众党里面，有一个特色是，他们不是完完全全，这对不起来。我觉得有些你说他不信任柯文哲，可是他又愿意在观察，这个东西对不起来一个特色的状况是，他们说。看证据再下定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断在讨论金流的流向这些东西。说这些小草们可能不是像外界想象的，就剩下这些就全部都是铁草，而是他们认为证据还要更充足，他们认为可能还要更完整的金流的这种拼图，才能够让他们决定要不要支持柯文哲。换言之，现在检调在做的工作，就在这一步一步的去拼错做的这些拼图。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这个东西，如果他就正如像黄国昌以为用这种小草召唤术就能够稳定民众党的支持，我觉得可能从这3民调的系列来看，可以看得出来，恐怕不小心的话，这些小草搞不好真的是压死民众党、压死骆驼的最后的稻草。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一个，刚刚一直在讲黄国昌也好玩，这民调里面已经有2份民调在做一个东西，就是那接下来民众党就大家支持谁做接下来民众党党主席。那黄国昌果然，这个不负众望，获得最高的支持，大概30%以上。那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也可以能理解说，黄国昌现在卖命演出，声嘶力竭，各式各样的这种不断的在号召小草的这样的做法，某种程度，就他一直也讲，到底是真的在这个护柯心切，还是某种程度他其实是要。这个截取后柯时代整个民众党的这种成就，所以看出来这几次的民调当中看得出民众党的危机，也可以看得出黄国昌的企图。OK， 在当今天柯文哲拒绝出庭去应讯以后，接下来检方办案角度当然还是一定会往下走，只是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如果再提讯的话，柯文哲还是会拒绝吗？还是会有其他另外一些应对的一些方式？而这整个案群接下来又会怎么走？一定是接下来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焦点。但除了这个以外，这2天国内有一件事情呢，一定值得大家把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牵扯到包括总统的威信，包括将领们，因为总统3军统帅，小平是这件事情，媒体上一开始的报道就是总统受接嘛，有升将官，然后进去，然后将官没有站起来，那总统就大概会有点不高兴，为什么我是3军统帅，你们大家不站起来？因为我们大家当兵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那一定不要说到3军统帅了，光只要是部队的，管他是什么营长或是师长，那就不得了了，都会站起来。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媒体用的很重的词，有用到最重，有用摔资料，你很难想象那种场合赖清德要怎么摔资料，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因为不可能有将官看到尤其在那种场合，他会不愿意站起来。这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问题发生在军队的问题啊，这样军队还能不能打仗？我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你没有今天的基本的规矩啊，你不管蓝或绿当选，军队国家化，看到总统起立是很正常的事情吧？这样当然，那你就不要去出那些新玩意儿，脑袋不好，然后那不要撤掉司仪啊，这个意思说联谊活动啊，联谊活动就可以没有规矩都要看到总统不站起来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中间是不是真的有？因为媒体上本来说有一个女性的官员来讲说，是不是大家比较轻松一点，不用站？所以将官们就既然他们大概觉得这是府方的意思吧，那就大概不要站。但不站，总统可能没接受到这个资讯，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些事情。我讲这件事情要搞清楚的原因，就是不能因为这样一些事情影响到总统的威信。那将军对国家来讲，那是多重要的一环，多特殊的一个职务，是吧？这些都要把它搞清楚啊。第一个升到将军，国家安全在你们这些将军手上。是。第二个，三军统帅不管蓝绿的叫总统。你对他负责是天职。是。这大家同意吧？同意。我的叙述，你怎么会破坏规矩成变得没有规矩？这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总统该不该就生气了？我不管生气到什么程度。那总统为什么忍不住？我觉得有一点哦，其实蔡英文跟这个赖总统是有点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各有各的优缺点。我讲我的看法。OK， 对，因为这个扯到两岸，扯到国家的战力，将军存在最重要是为了防止老共打我们，就这么简单嘛。好，然后蔡英文的学问是相对好的，历练是强的，在两岸方面，美中台两岸。那赖当然比较弱，内政强。第二个，赖你知道赖现在像脱缰野马。我们要了解他的心境，他为什么会生气？他不该生气，他该忍住。在怎么样的高度是要忍住的？生气只会伤害谁？伤害了那些将军，伤害了这个国防部长，特别是国防部长，可能还是英系的，这个更敏感。要扯到这个，一生气，所有全世界阴谋论像潘朵拉盒子打开一样，讲不完，你知道？我觉得从你口中讲还特别有阴谋论。然后呢？你看了，副总统是美国人给他的，因为。他给你不，你那时候弱势嘛，等等，以前2组3组还不知道，所以然后今天他，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好的，我帮他讲个话，他不管蓝绿有任何阴谋论，只要贪污就办。第一个办到郑文灿最大咖吧，所以办到后面就没有社会的阻力。OK， 然后变成怎么样？他也闷很久，他个性也没有像蔡英文那么开放，所以他也比较执着跟拗。蔡英文在受什么委屈啊？蔡英文曾经被苏贞昌院长拿了公文丢在地上。那他也敢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这个气度是不凡的。我平常讲，我会批他很多个，这点就我讲总统的高度跟气度，这是重要的大概念国家。好，然后赖清德也曾经搞过他，2019参加初选，对不对？对于蔡英文总统，有没有用他当副总统？为了赢也是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所以这种高度，就到了总统的位置啊。就好像当皇帝一样，这比什么工作都苦啦。这种你今天既然出了这个局的危机处理，最坏的处理就是生气，生气出来以后没完没了，才变成今天讨论的小重点之一嘛。今天你的节目嘛，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总统的高度，以及军中的礼仪，以及对这个元首的尊敬，各种错综复杂，我觉得真正的非常困难要改变的人，压力最大的应该是顾立雄。OK， 赖波，我觉得这个新闻实在太唬烂了。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这个新闻这么精彩，这个总统震怒摔资料，我告诉大家，这个新闻绝对长不过3天5天，早就爆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新闻是8月的时候，今天10月1号。对，我跟大家讲，我平常我们在例如说我们开中常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一些意见针锋相对啦，或不同意见在交换意见，你也知道民进党本来就是多元的嘛，我们会都还没开完，外面媒体都知道了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如果第一个，我绝对相信台湾媒体太厉害了。如果真的总统是什么摔资料震怒，我想这个讯息绝对不会压到现在。好，第二个，当时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因为一般我们过去就是有一个这个将军的晋升典礼，那个当然是很严肃啊。当然比这个。不是这个军装笔挺，然后总统进来这个站起来，总统好一定是这样子嘛。那个是晋升典礼，那就是在晋升典礼完之后呢，总统觉得说，我跟大家想多认识一点，多聊一下，话家常，所以就办了一个轻松的这个茶会。那办这个茶会可能就是说那个事先这个流程就是比较轻松嘛所以总统进去的时候那个大家当然还是正襟危坐，他就没有起立总统就问一下顾立雄说。那你大概不起来这样子没有站起来那个顾立雄当然就跟他讲总统今天是茶会就是这样他说总统就表示知道了
然后呢，后来整场也是这个非常的温馨，然后也是谈笑风生，然后也是大家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对答，就是这样的一个进行。这个非常的温馨，然后也是谈笑风生，然后也是大家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对答，就是这样的一个进行。那过程中，除了这一场之外，如果说假设这一场做得很烂啊，我总统很生气，就不会再有下一场啊。那一场完了之后，还同样再举办一场茶会，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绝对是很鬼扯。第二个，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本来不太想讲这个东西。赖清德总统他其实私底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正派，但是他很亲切的人。我举例来讲哦，例如说，一般那个相亲跨流人叫啥样？亲爹啊，亲爹啊，好像就是自己隔壁家看着他长大的这个，然后现在很有成就，觉得跟他与有荣焉。他其实是一个基层选战出身，所以他其实亲和力很强。你说他为什么摔资料？那是不可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常委也经常很多中常委很多意见啊。他每次面对这些不同意见，甚至有些人听完解释之后还要再提出意见。他就是言之谆谆，一直用道理去跟他讲，一直引经据典去跟他讲，从来没有任何的动怒。即使那个感觉那个谈话其实有点挑衅，我们都觉得你哪样的讲，总统从来没有动怒过，总统也没有说你卖又讲啊，或者什么拍桌子说不见你解散，不会这样。那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一个状况被形容成什么暴怒摔资料很扯。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自己有时候打电话给他啊，例如说。这个，因为他对我来讲是总统又加主席的身份，我同学一起到底要叫总统主席，总统主席有时候他说，你就叫我赖医师就好，就叫我赖医师就好。我的意思说，其实他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叫赖医师，没有你就私底下场合，很多人跟他很熟的朋友会叫他赖医师，他不是很重视这种说你非要叫我什么，但是当然正式的场合，他代表的是国家元首，他当然会去问一下说，奇怪，今天这个场合怎么没有起立？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他也没有因为这样摔资料震怒，我跟大家保证，然后那个茶会举办完之后还有第二场，所以怎么会说总统不高兴？更何况这个讯息是在8月，今天我再强调，今天已经10月1号，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错假讯息有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离谱。OK， 因为这件事情，那照媒体所有的一些的报道，因为我刚刚讲，因为这不能影响到总统的威信，因为三军统帅在任何场合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将军，因为将军刚刚小平也讲了，所有如果发生任何的冲突，军事冲突，靠的就是这些的将军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环。这中间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样一些状况？好，荣获像国防部长讲的话，沟通也许非常重要。但是一定是有人先跟将军们说不用起来，要不然各位只要认识当过兵的，或者只要听过，我不相信在那种场合将军会不起来，所以一定是有人先说过今天场合轻松，大家不需要起来。这大概是军队里面的徐虎啦。我刚刚那段话大家同意吧？一定是有人先传达过，怎么会说？一定有人先传达过，要不然的话，以将军尤其在晋升的那种场合，昨天于将军在现场那种场合，生活要排练好几次的，对呀，所以不太可能会这样。那中间这个误会怎么会变成后来变成这么大的一个 ？OK，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必须要特别要注意的一环。但是刚讲到，如果发生冲突，大家都不希望两岸之间发生任何的冲突，但是我们自我防卫的力量一定要有嘛。要不然你看现在的中东烽火连天成那个样子，就是现在地面战算开打了吗？是。我光看今天，因为我光看前面的那个炸的那个地洞是，然后接下来人家叫天坑嘛，然后接下来以色列就真的，然后你看那个坦克集结的样子，所以他们就真的地面战开打了。今天的凌晨。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时间比我们慢一点点嘛 ，OK， 所以他今天的凌晨时间正式开打了。那正式开打之前，其实就是刚刚吴哥所提到的，他其实先集结了大概上百辆的这个坦克车，在这个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南部刚好是以色列的北边，就是真主党的大本营。所以他集结完，你看到这个照片，他今天就正式发动攻击了。那他的说法当然是说，这个。有限度的地面攻击行动，好，他公开这样讲，他对美国也这样讲，所以美方说，好，既然是这个有限度的地面攻击行动，那美方就这个说，如果是扫除真主党，
他们可以接受。所以现在状况是这样子。第一个，因为珍珠党现在群龙无首嘛，所以那个大家记得吧？就自从这个 BB 扣，然后自从这个对讲机之后，然后就被斩首掉了。斩首掉，现在是2把手当家，可是2把手其实不见得大家都服气，对，所以就趁乱现在去做地面攻击，而且这个攻击其实你看到，包括这种小规模的地道也进行了。然后包括的坦克也集结了，那今天也发动这种零星式的这种飞弹攻击，目的就是说要击溃珍珠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在黎巴嫩南部的大本营。那现在我觉得关键点在于2个地方，第一个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今天讲出来的态度是说，支持以色列有限度的地面攻击，因为在这个美国的认定当中，珍珠党是恐怖组织，所以打击恐怖组织，这个美国是可以接受的。那所以美国现在的角色就很两难，他支持这个剿灭珍珠党的有限地面行动，可是看起来以色列纳坦雅胡的野心不止于此。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纳坦雅胡前2天在联合国的演讲，不是一半的人跑掉吗？可是他嚣张的讲说，以色列接下来要7面作战。刚刚讲的嘛，在打7个，同时要7面作战哦。除了已经打得差不多打趴的这个哈马斯之外，然后你说现在的黎巴嫩这珍珠党，然后他北边的叙利亚他也看不爽，南边的也门他也看不爽，然后支持这个珍珠党跟珍珠党跟黎巴嫩的这个伊拉克他也看不爽，最重要最后的大魔王伊朗他也看不爽。所以，如果真的要7面作战的话，那就不是美国说的有限地面行动。所以我说，现在关键是美国怎么看这个行动，怎么判断这是有限地面行动还是怎么样？可是美国嘴巴说是这样子啦，可是拜登政府目前为止，也征兵了，又征兵了。征兵了大概3000到4000的这个军力在往中东，所以美国现在到中东的兵力大概到4.5万。OK， 其实是非常多的哦。也就是说，美国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个盘算，是不是以色列这样你搞下去啊，会变成全面战争？南边的也门他也看不爽，然后支持这个珍珠党跟珍珠党跟黎巴嫩的这个伊拉克他也看不爽，最重要最后的大魔王伊朗他也看不爽。所以如果真的要7面作战的话，那就不是美国说的有限地面行动。所以我说现在关键是美国怎么看这个行动，怎么判断这是有限地面行动还是怎么样？可是美国嘴巴说是这样子啦，可是拜登政府目前为止，也征兵了，又征兵了。征兵了大概3000到4000的这个军力在往中东，所以美国现在到中东的兵力大概到4.5万。OK， 其实是非常多的哦。也就是说，美国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个盘算，是不是以色列这样你搞下去啊，会变成全面战争？那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在什么时候？10月7号。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10月7号就是去年的10月7号，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恐怖攻击的那一天，所以是这个在这个以哈之间的纷争1周年的时候，以色列你说好听一点，可能想要一个了断，还是说想要继续扩大，变成是一个全面的以色列想心中的圣战？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接下来恐怕，以色列或者整个中东的问题它影响到的不会是只有中东状况，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整个大的平衡跟变动。OK， 对。可是现在正是美国大选进行如火如荼的时候，没有，川普跟贺锦丽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媒体上报道，因为长期以来民主党在比较年长的支持率是不高的，看起来贺锦丽似乎有点斩获，但是川普讲话那个，他如果能够管好嘴巴，大概全世界没有办法。他说台海一定开战，叫我们的国防预算要拉高到 GDP 18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然后他又讲了贺锦丽一堆，连共和党的人大概都会觉得这个家伙你再讲下去，我都会不认得那位先生你在讲什么，大概都会这样了吧？现在美国大选11月投票嘛，所以现在进入10月了，大概是进入焦灼，但没有空转啊，不会空转，大选转得很厉害。那所以在这转得很厉害的时候啊，川普的发言我认为会越来越呛辣，因为他上一次2016年选上总统，他靠的就是各种呛辣式的发言，让他跟当时他的对手希拉蕊做出很强烈的对比嘛。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川普主打的这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政见，就是他要在边境盖一道墙啊，这个突破万里长城这道墙，哇！当时美国很多选民听了，从来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目光都投射到川普身上，一个素人，然后
感觉就跟这个华尔街或华府的那些精英都不一样，所以让他能够虏获他们叫做 Rust Belt， 就是铁锈带的这个选票嘛。现在其实一样啊，他的策略就是他要跟贺锦丽做对比。贺锦丽他是传统的政治精英，他代表华府，代表华尔街，好，然后他一路这个跟民主党这所谓的建制派在一起等等的。那川普要猛攻他什么呢？第一个川普他过去长期主打一个就是说，美国啊维持世界的秩序花了太多钱了，他都告诉美国人说，包括欧洲、德国、法国、欧盟、北约都没有出钱，这不对，川普会叫他们出钱。现在呢，他在改叫谁出钱呢？台湾要出钱。刚武哥讲到嘛。台湾的国防 GDP 国防支出要提高到 GDP 的10%，那是多少钱？我跟大家报告简单的概念，现在是2.5%，提高到10%就是4倍，加4倍的意思。2.5兆台币这个总预算只有3兆这个大家吓一跳嘛，说这个一口气讲得好高啊，比中国快要这个比例上快要差不多了。那川普讲这个是什么？其实他着重的不是那个几趴啦，他是要去渲染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选给川普当总统的话，川普会叫其他国家出钱哦，这样美国出的钱会变少。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讲这一套。另外他还讲呢，在29号他在宾州是重要摇摆州，现在美国50州大概只有4、5州有选举位，就是那几个摇摆州。他造势的时候啊，他讲说啊。现在有很多光天化日抢劫啊，所以川普说，那不然这样子，大家想象，如果有超暴力的1天或1小时，可以让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权利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刚好呢，跟好莱坞一部电影叫做《国定杀戮日》的情节马上又召唤了，大家来热议啊。他讲这个，其实他主打什么？他不是说他上任真的定个日子啊，他要主打的是美国治安问题，因为。贺锦丽出身加州，是个检察官。那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加州的治安会不会就是因为贺锦丽不够力，没办法，然后呢，让加州的治安变差？那万一呢，这个他当总统，美国治安会怎样？这是共和党在主打贺锦丽的一个打点啦。所以川普他其实他就是在打这个美国要走国际的孤立主义，要叫其他人多出钱，以及打贺锦丽治安。只是他的讲话真的综艺感太强，就是语不惊人啊，这个他绝对不会罢休，所以一定要加料，然后讲这种很吸引眼球的标题啦。那至于这个选举，我认为现在看所有民调的话，那4、5个摇摆州其实都在伯仲之间啦，所以未来他们发言会越来越激烈，因为大家都要选票嘛。好，那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呢，还是俩好盯啦。说总统讲话呛大一点，但是你还是要去看整体华府的这些所谓智库以及未来的国务卿这些精英圈里面，其实对于台海的政策趋向算是蛮一致的。OK。对，所以如果是这么样伯仲之间的话，全世界每个国家的那个川普应变小组，那一定还是要组成，好不好？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对，未来真的如果要是川普上或者什么一个状况，那贺锦丽上又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自己能做的，包括我们的自我防卫，所有这些，当然应该要做好。当然，大家最在乎的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主席这个案子，当今天就是拒绝应讯以后，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